颗苹果 vs 5500万，诚意摸一下就售罄背后的消费心理学。一颗苹果多少钱？3块、5块，撑死了进口的10块。行，这个价你我都认。但现在有一颗苹果，摊主阿姨死活不卖了，专门留下来当纪念，而就为了这一摊水果，一群人二话不说全给包圆了。你要说这是水果贵，那不对，这苹果一点没变，还是那颗苹果。变的是什么？变的是它被谁碰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新浪娱乐7月20号的报道，诚意在香港拍摄谎，拍戏需要，随手碰了一下路边水果摊的苹果，就这么一下。消息传开，粉丝在收工之后把整摊水果买空了，摊主还特意把那颗被摸过的苹果留下来做纪念。热搜直接挂上去了。我看到这条的时候，你猜怎么着？我第一反应不是粉丝好有钱，这个角度太多人聊了，没意思。我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另一个问题，一颗被碰过一下的苹果，凭什么会有收藏价值？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消费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东西。今天这期咱不聊八卦，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。我跟你讲，越挖越有意思。好，第一层，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层。表面上，这事儿的关键词就4个字，行走的 GDP。粉丝管诚意叫内娱财神爷，说他碰过的东西能瞬间售罄，这是常态。乍一听像是粉丝滤镜上头，是吧？但你别急着下结论，这里有个点容易被忽略，这不是孤立。我查了一下过往的记录啊，凭印象说的，有出入你评论区纠正我。诚意在无锡拍戏穿过的衣服秒空。莲花楼这部剧开播都3年了，返场周边众筹还能几分钟内成功。还有新剧《富山海》的联名销售额，这个数我特意核对了一下，5500万。5500万，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这不是一时冲动，这是一种稳定的、可复现的购买力。经济学上有个概念，叫消费者对某个符号的支付意愿。当一群人愿意为一个人反复稳定的掏钱，那说明这个人已经不只是个演员了，他是一个能带动真实交易的信用符号。这层是硬的，是数据能量出来的。好，第一层就到这。但说实话，这层还不是最有意思的，真正有意思的在下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回到最开始那颗苹果，为什么被摸过这3个字能给一颗普通苹果附加价值？衣服、周边、联名，那都是商品，本来就是拿来卖的。可一颗苹果不是啊，它凭什么？这就得说第2层了，也就是媒体报道里没细说的那一层。这里我得动用一点心理学。你听我说啊，这个真的挺妙的。心理学上有个东西，英文叫 celebrity contagion， 我给它翻译成名人接触效应。意思是，人在潜意识里会相信，一个物品如果被某个人碰过、用过、拥有过，它就沾上了那个人的某种，怎么说呢？某种精气，某种本质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被反复验证过的认知偏差。有研究发现，同样一件毛衣，告诉你这是名人穿过的，你的购买意愿会明显 up， 但只要一说这衣服洗过了，价值感就往下掉，因为大家潜意识里觉得洗掉了那个人的痕迹。这个具体数字我记不太准了，但方向就是这么个方向。你看，这就解释了那颗苹果。粉丝要的不是苹果本身的营养，他们要的是诚意碰过这个不可复制的痕迹。这颗苹果全世界只有一个，别的苹果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没有那个痕迹。这里就叠上第2个概念了，稀缺。Artificial Scarcity， 人为稀缺，独一无二这4个字是价值的放大器。再加上一个禀赋效应，这个术语我当时也是查了半天才搞明白。简单说就是，一样东西一旦归你了，或者你有机会拥有它了，你对它的估值会突然飙高。所以摊主阿姨把苹果留下来那一刻，这颗苹果在情感账户上的价格已经不是水果价了。那有人可能要问了，这段我得插一句，报道里也提到，有部分网友不太理解，
说为什么盲目至此？这个声音是有的，我不回避。但是你要是顺着刚才这套心理学看下来，你会发现这压根不是盲目这两个字能概括的。名人接触效应也好，稀缺也好，这是全人类共通的心理机制。从拍卖行里名人用过的钢琴，到球星签名的球衣，全世界都在为痕迹付费。粉丝自己怎么解释的？他们说，这不是爱屋及乌的盲目，是对程毅本人认真敬业、低调善良的一种回报。而且我特别认同一句粉丝说的话，以前喜欢明星从来没花过钱，只有程毅让我心甘情愿买单。你品品这句话的分量很重，它说明这份支付意愿的地基不是空中楼阁，是靠一步一步作品，一次一次真诚待人，一点点垒起来的。号召力这东西装是装不出来的，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稳定的信任恰恰是最难得的。好，这两层说完，我们往更深挖一层。这一层是我个人觉得整件事里最被低估的，摊主阿姨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哦，对了，先说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。经济学里有个词叫溢出效应 spillover， 说白了就是热度像水一样，会从中心往外溢，溅到旁边的人身上。摊主阿姨就是被溅到的那个，而且她接得特别漂亮。她做了3件事，第一，把那颗苹果留下来，制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纪念物。第二，报道里说，有粉丝拍到她贴出了诚意之选的标识，这一手直接把自己的小摊变成了一个 IP 联名点。第三，这摊子成了新的打卡地标。你发现没有，这就跟这些年那些地摊变网红的现象一个逻辑。一个默默无闻的路边摊，因为一个偶然的流量事件，完成了从卖水果到卖体验、卖故事的升级。粉丝说的特别好，叫老板才是真正的赢家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而这里我最想说的是，粉丝群体对这个结果是高兴的，他们不是那种把路人挤走，只顾自己的应援。报道里写得清清楚楚，粉丝对路人摊主跟着受益这件事是打心底开心的。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理想的3方关系，偶像有热度，粉丝有归属，路人有实惠。这种有热度还守得住分寸的样子，不容易的，真的。那说到守得住分寸，就顺到了最后，也是最深的一层。这一层聊的是，为什么粉丝要主动去晒自己的文明？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？这次事件里，粉丝反复强调什么？强调全程安安静静的，不堵片场，不闹事，买完水果还主动帮摊主推车回家，带走现场垃圾。他们为什么要特意去说这些？这就要讲到最后一个概念了，集体声誉 collective reputation。 说白了，一个群体的名声是每个成员共享的，任何一个人闹事，砸的是整个群体的招牌。所以一个成熟的粉丝群体会自发地形成一套自律机制，而且会主动把好的行为展示出来。这不是作秀，这是一种 self-branding， 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塑造。这里有个说法特别有说服力，报道里的说法是，港媒曾经蹲守了45天，想挖点负面素材。45天啊，结果呢？按报道的讲法，结果反被粉丝的文明行为圈粉了，千人探班现场静音录像，粉丝主动帮摊主推车，带走垃圾。这个细节我没法独立核实是报道里这么写的，我照实转述哈。等等，我得把话说准确点。我不是说港媒本来就带着恶意啊，媒体蹲守是常规操作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真像报道说的那样，一个最挑剔的专门找茬的视角，蹲了45天都找不到黑点，反而被圈粉，那这件事本身比粉丝自己说100句我们很文明都有利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粉随正主。一个低调、敬业、待人真诚的人，他会像磁铁一样筛选并塑造出和他气质相近的粉丝群体。行，3层，不对，咱今天挖了4层。我捋一捋，第一层，行走的 GDP 是数据；第二层，那颗苹果的心理学是痕迹的价值；第3层，摊主阿姨的溢出经济；第4层，
粉丝的集体声誉。现在咱们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，一颗苹果到底值多少钱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那颗苹果本身还是3-5块，但它承载的东西，一个人用作品和人品攒下的信用，一群成年人心甘情愿的支付意愿，一个摊主接住的机遇，一个群体守住的体面，这些加起来你没法标价。它其实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来的不是苹果，是程毅这个人这些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样子。走得稳的人，连他随手碰过的东西都替他说话。所以最后我想问问各位，你身边有没有过这种因为信任一个人而心甘情愿付出的时刻？不一定是追星啊，可能是一个手艺人，一个老师，一个朋友。评论区聊聊，我挺想听的。这期就到这，我是行，咱们下期见。